年輕時寄回朝陽的鹹豬肉好吃嗎？好吃，很好吃，好吃得不得了。好吃就好，好吃我後面繼續寄。這是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裡一個記憶已經在消失的老人見到另一位八旬老人時說出的第一句話。他忘記了很多人，也忘記了自己吃過多少苦，可他沒有忘記海那邊那個自己用別人的名字寫了18年信的陌生女人。還有那包鹹豬肉，他收到了嗎？好不好吃？今天我們就從這2句話開始，走進木生、蘇柔和南枝3個人跨越半個世紀的命運。你會看到100年前蕎皮歷史裡最動人的古典浪漫，也會見證2個素未謀面的中國女人之間那種願意用半生托住另一個人的極致善意。我們還會打開那些真實存在過的蕎皮，讀懂100年前的海外華人如何靠一份家書、一筆匯款，把海那邊的家撐過1年又1年。我們也會從100年前的家書聊到長寧十字街84號，20年的見字如面，聊到日本岩手縣那座沒有接線的風之電話。聽完這一期，也許您會突然讀懂那些一直沒有說出口的愛。到最後，我們陪您尋找的不只是眼淚，而是重新看見那個一直在背後拖住您，把辛苦藏起來，卻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累的人。給阿嬤的情書是2026年上映的華語電影，沒有流量明星，主要使用潮汕方言，製作成本約1400萬。放在電影行業裡，這是一部很小的片子，但它6月中開始在海外放映，所到之處，觀眾場場落淚。它特別的地方是它不急着讓你哭，前半段很多的煙火氣，阿嬤的脾氣，晚輩的煩惱，節日裡鄰居送來的油柑，你以為這就是一個普通的家，直到那些舊信被重新打開，你才突然發現這個家庭幾十年看似平常的生活底下壓着一個很深的秘密。這部電影不說教，它不用台詞告訴你誰偉大，它只是把普通人的生活放在了你面前。一個女人每天去村口等郵差，一個男人鞋子破了補了又補，卻把每1分錢都寄回家。另一個女人開旅店賣食物澆花紋，把1000年的辛苦變成寄往遠方的一封封信。導演藍鴻春說，影片中90%以上的情節都有真實的華僑口述和蕎皮檔案作為原型。有影評人說，這部電影有一種手戳出來的活人感，不煽情卻刀刀見血。年輕的時候，我們以為動人的人生應該轟轟烈烈，到了人生下半場，才慢慢明白，一個人把飯做好，把孩子養大，把答應別人的事做了一輩子，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生啊！在我們繼續之前，如果您也喜歡通過一部電影、一本書或者一個普通人的故事去談那些中年以後才能讀得懂的人性和親情，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接下來我們要重新打開電影裡的那些信，你會發現那些最動人的句子寫的從來不是轟轟烈烈，而是藏在日常裡的溫情。故事發生在一個人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年代。年輕的鄭木生與葉淑柔相遇愛，成家，有了3個孩子。為了逃避抓壯丁，木生不得不倉促離開潮汕，下南洋謀生。電影把這場離別拍得很平常，沒有盛大的告別。木生就像一個普通早晨出門幹活的人，匆匆離開了家。可是觀眾都知道，
這一走，他們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面。歷史落在普通人身上，很少先来敲门，它往往發生一個平常的早晨，一個人走出家門，家裡的飯還熱着，孩子還在哭，所有人都以為總有機會再見，可那一眼有可能就是最後的一眼。木生到了暹羅以後，在碼頭扛貨，在街頭蹬車，幹最髒最累的活，鞋子壞了修了又修，卻把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寄回故鄉。他識字不多，請人代寫俏皮，可在那些信裡，他把最柔軟的話留給了妻子。內人疏柔，見之如面，行船入夜，恰將上升明月，圓入玉墜。仿若身在故鄉，是與你並肩共賞。暹羅天熱，做工雖繁，然領得守月恭迎，特置辦上好布料10尺，托水客捎回，願給如與孩兒裁作新衣。我在外一切平安，切無掛念。這份信寫得多感人！我在外一切平安，切勿掛念。一個在碼頭扛貨，每天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來的人，他真的都很好嗎？他不寫他的苦，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難一旦寫回去，遠方的家人除了擔心，什麼也做不了。所以他把苦都留給了自己，把能給對方的安穩放進信裡面。而留守故鄉的淑柔，一邊拉扯着3個孩子種田劈柴，守着一個家。她回給丈夫的信也是一汪深水。外洋木生夫君，布料已收到，色澤極美，春人皆羨。家中水田已插秧，兒女聽話，阿母身體尚健。過番艱難，汝在異鄉切記保重。萬物為家操勞過度，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他們一生闊別，從此再未相見，卻把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的深情寫進了幾百封厚厚的俏皮。是的，電影把木生離家那場戲拍得和一個普通早晨出門一樣平常。這是導演對歷史最深刻的理解，時代對個人的碾壓從來不只是正面的對撞，而是偽裝成日常瑣事的樣子，隨意的到來無聲的沖毀了一切。木生以為只是出一趟遠門，可隨着這一轉身就是一輩子。木生在暹羅認識了旅館店主的女兒謝南枝，這不是一個俗套的故事，兩個人更像兄妹，是知己。木生有情有義，遇到了包頭公七步同鄉，他第一個衝上去替人討工錢。旅館着火時，是他衝進火場，把南枝的父親從火裡背了出來。他的善良深深感染了南枝，他開始替他寫信念信，期盼他早日與妻子團聚。然而就在木生即將回國的前夜，他為了救一個素不相識的路人，被歹徒捅傷，意外的離世。南枝手裡捏着一份已經寫好的布告，準備寄回潮汕。可是他想到海的另一邊還有一個女人，一個帶着3個孩子靠那筆匯款生活的女人，她的整個世界建立在他還好的3個字上。那份布告最終沒有寄出。從那一天起，南枝以鄭木生的名義繼續給淑柔寫信，繼續寄錢，1年、2年、10年、18年。他開旅店，賣烏米洛，教華文，把自己掙來的錢分出一份寄到海的那一邊。他記住木生說話的語氣，揣摩着他會用的詞兒，小心翼翼地維持着一個已經不在了的人的聲音。
在南枝代筆的巧批裡，他寫道：書柔見字如面，別來無恙。聽聞長女出花園，已生得亭亭玉立，五星甚慰。隨批記上番銀若干，另附木棉干花一朵。天南烽火樹，最是木棉紅。見此花，如見五星，保重。每一封信裡，南枝都夾着一朵風乾的紅木棉，那是潮汕家鄉的象徵，也是他替木生守住的那一份骨氣，在風浪裡仍然開得這樣熱烈。有人說，南枝的善良是一種普通的謊言，但普通的謊言是為了保護說謊者自己，南枝的謊言卻讓他承擔了越來越沉重的責任。他沒有從這個秘密裡得到任何利益，只是長年累月的掙錢匯錢，獨自承擔代價。真正困難的善良很少發生在每一個激動人心的瞬間，它發生在第二天、第5年、第10年，在熱淚流乾、生活疲憊不堪的時候，仍然沒有把答應過的事忘掉。電影裡的3個人的名字藏着一個很美的聯想：葉書柔、鄭木生、謝南枝。木頭生出枝葉，枝葉又滋養木根。3個人本就是同一棵樹的不同部分，你守護我，我滋養你，誰也離不開誰。所以在影片海報上滿是大組盛放的木棉，那是潮汕故土的顏色，也是這段情誼在風浪裡仍然開得這樣熱烈的樣子。有一個細節是整部電影裡情感的心臟。在南洋的深夜裡，南枝借着微弱的燈光，一筆一畫模仿着木生的筆記；而在大洋彼岸的潮汕，書柔張羅着兒子的婚事，笑着招呼賓客。他們一生素未謀面，一個在黑暗夜裡用大半生韶華編織着溫柔的謊言，另一個在陽光下把那個謊言當作丈夫仍在的證據，支撐着一個家繼續走下去。是的，導演在採訪中就說了一句話：念想比真相重要。不是因為真相不重要，而是因為南枝知道，那個真相一旦抵達，書柔手裡什麼都沒有了。木生曾經救過南枝的父親，後來南枝替木生守護妻兒，這不是等價交換。木生救人時沒有求別人報答，南枝寫信的時候也沒有期待書柔有一天會知道自己的名字。這是人與人之間最美的相互托舉。一個人給你一盞燈，你在多年以後也可能成為他黑暗中的光。電影裡連接着2個家庭的書信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巧批。批在閩南和潮汕方言裡就是信的意思。巧批又稱為迎信，是海外華人寄回故鄉的書信和匯款合一的特殊家書。2013年，巧批檔案正式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與安妮日記、貝多芬手稿並列。巧批檔案裡記錄的不是帝王將相，而是19、20世紀那些普通海外華人的生活，心裡很少有宏大的理想，更多的是錢收到了沒有，老人身體怎麼樣，孩子有沒有上學，家裡的田收成如何，所以琐事。所以一批批巧批，就像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的朋友圈，只是今天的朋友圈裡裝的是照片、旅行、聚会，巧批裡裝的是一個人異鄉的血汗，是一個家庭下個月能不能活下去的希望。這個當年下南洋有一句話說：失去6死3留1回頭。太多人死在了異國他鄉，可人們還是去，因為在那個年代留下來不一定會比去了更安全。巧批據說沒有郵政、銀行系統，要托付給往返南洋與故鄉的水客，
後來出現專門的辦理，就是銀杏的皮菊、信和錢抵達國內以後，還有一批角一户户的送到村落裡。据說有批角在海上遭遇台風，时时護着裝滿荞皮的木箱。他知道自己手裡拿的不是普通的貨物，那可能是一個母親等了幾個月的生活費，是孩子看病的錢，是一位老人確認兒子還活着的唯一消息。阿嬤在電影開頭說過一句話：做人得有情義，無情無義的人不能交往。這是他一生的信念，也是整部電影的注腳。這不是一部關於愛情的電影，而是一部關於人情、義氣、善意與托舉的電影。說到信義，說到書信帶來的連接，我想到一本很多人喜歡的小說《查令十字街84號》，那也是一段跨越大洋的書信緣。只是這一次，兩個人不是被命運推在一起，而是從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小事開始，買書。1949年，美國的作家海蓮·漢夫為了買便宜的二手書，寫信給倫敦查令十字號84街的一家舊書店，負責回信的是店員弗蘭克·德爾。從買書開始，他們的通信就持續了將近20年。对，二戰後的英國物資緊張，海綿會從紐約寄去火腿、雞蛋粉、罐頭，弗蘭克則為他尋找稀有的版本古籍詩集。後來書店其他員工，甚至弗蘭克的妻子也加入通信。他們從未見過面，卻成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最令人唏噓的是，海蓮一直想去倫敦見弗蘭克，卻因為經濟拮據一次次推遲。等他終於有能力成行時，弗蘭克已經去世了。他只見到了書店的廢墟和弗蘭克的家人。就這個故事裡，沒有誰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有人記得你的需要，有人認真讀完你的信，有人在自己不富裕的時候，仍然會願意寄一點東西給你。善意很小，可一旦持續10年、20年，就會變得很重。查令十字街84號被許多人稱為書信情緣的極致，但在給阿嬤的情書裡，書信的善意又走遠了一步。它不只是精神上的理解，而是一個人在看不見的遠方，用自己的雙手掙錢，替另一個人遮住風雨，撐起一個搖搖欲墜的家。真正的關係不一定來自血緣，也不一定來自愛情。有時它只開始於一句非常簡單的話：這件事對你很重要，所以我願意認真對待。不管是荞皮還是查令十字街84號，書信的另一頭都有一個活着的人在等。但在日本岩手縣大槌町，有一個方向相反的故事。活着的人拿着電話給已經離開的人說話。那是一座沒有接線的白色電話亭，被稱為風之電話。建造者竹中木格最初是在2010年因為表弟因病去世，他無法排遣思念，便在自己庭院裡裝置了一部沒有接通的舊電話，讓思念有一個說話的地方。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發生後，大槌町有1200多人罹難或者失蹤。竹中木格把這個電話亭向所有幸運者開放，此後來自各地的人，日本各地的人陸續趕來，有人撥出亡妻的手機號碼，失聲痛哭；有人帶着孫子來，對着聽筒說：“爺爺，孫子的功課做好了，我們都好。”電話當然不會響，另一邊也不會有人回答，但他們仍然來，因為思念有時不是要求一個答案，
他只是需要一個出口。是風之電話和南枝的選擇，其實代表兩種不同的療癒方式。南枝試圖讓舒柔相信離開的人還活着，風之電話則承認那個人已經走了，但是我與他的關係並沒有完全消失，我仍然可以告訴他，孩子長大了，今天很想你。這也許是一種更成熟的告別，不是逼自己忘記，也不是假裝從未失去，而是承認死亡改變了關係的形式，卻沒有抹去這段關係存在過的意義。對，因為過去我們一直以為一個人必須放下才算走出悲傷，可是現在想起來，可是有時候可能就是療癒並不是不再想念，而是再次想起你時有一种感动，有一種感覺，就是我感觉不只要感到失去，也是能感到你曾經來過，你給我的愛已經變成了今天的我，揉在我的生命裡了，是，就是這樣的感覺。從100年前的喬皮到今天海外華人與家人之間的視頻電話，有一句話幾乎從未改變，家裡都好，你別擔心。是的，過去一封喬皮要走幾個月，後來我們寫航空信，寄錄音磁帶，用國際電話卡計算每一封中的放回。今天視頻1秒鐘就能接通，可是有些真正重要的話反而還沒有說出口。有時直到很久以後，我們有可能才知道，那段時間父母其實住過院，母親曾經摔倒，或者他們曾經在深夜裡因為思念我們流過淚。為什麼不說？因為他們知道孩子在幾千公里之外，除了擔心和內疚，也不能馬上趕回來。所以我們也一樣在這面。剛到海外的時候，語言不通，工作不順，吃過很多苦。但是我們父母問的時候，你肯定問你過得怎麼樣啊？我們也是仍然說挺好的。從100年前的喬皮到今天的視頻電話，兩代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我把自己的苦留下，把能讓你安心的部分都寄給你。看完電影以後，也許我們都會問，現實生活裡誰是我的謝南枝？他不一定替你寫過18年的信，也許是父母不願告訴你的那次生病，也許是愛人每天為你留着的那盞燈，也許是兄弟姐妹在國內照顧父母，卻總對你說沒關係，這邊有我。特別是當我們的父母已經老了，經常有一個人默默承擔看不見的照顧，有人負責預約醫生，有人處理保險賬單，有人陪老人說話，有人給老人做飯買菜。這些事情單獨看起來很小，但做了5年10年，就變成了一個人的半生。我們總以為安穩是自然存在的，其實很多安穩的背後都有另一個人在默默托底，只不過他沒有說，而我們也習慣了。所以最重要的也許不是尋找一個傳奇人物，而是重新看一眼那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人，問他一句，這些年你是不是也很累啊？今天談了那麼多，可我覺得電影最後那場戲才是整部片子真正的靈魂。真相揭開之後，年過80旬的舒柔不顧年邁，從潮汕出發，跨海來到泰國。她要去見那個替丈夫寫了18年信的女人。這時候的南枝已經患了阿爾茲海默症，她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就像漲潮時留在沙灘上的字跡，一點點被海水漫過。兩位老人終於相見了，沒有抱頭痛哭，沒有長篇傾訴。南枝連你手裡的5年像是在深深的水裡漂流，忽然抓到了一塊陽光，眼睛亮了。他顫顫地問了一句：“舒柔姐。”然後他想起了很多年前，他自己曾經以木生的名義給舒柔寄過一包鹹豬肉，普通的向鄰居送來的尋常禮物。他問：“寄的鹹豬肉好不好吃？”
哎呀，這句話會瞬間戳中人，不是因為什麼驚天動地，不是因為大起大落，這是一句話，一個用18年守住了另一個人藏在心裡最深的念想，是那一包鹹豬肉有沒有收到，好不好吃？舒柔握着蘭芝的手回答他：好吃，好吃。蘭芝隨後說：好吃，那我以後繼續記呀。這一刻，兩個同樣善良、同樣堅韌的女人，什麼都說清楚了，也什麼都不需要再說了。山河會變，生活會苦，但情誼永遠長存。也許有人說這部電影的人性太美好了，現實裡哪有這樣的人？但導演南洪春說，影片中90%以上的情節都有真實原型，他們把華僑家庭裡最真實見到的人原原本本的拍了出來。我相信那種美好不是虛構出来的，它就在我們的上一輩人身上，在那些现在已經很老了或者已經不在了的普通人身上。我們以為那只是以前的故事，但我有時候想一想，我們身邊現在有沒有這樣的人呢？這個世界上最深的情書未必寫着我愛你，它可能只寫着錢已經寄出，孩子還好，你不要擔心。真正的生命力是我們曾經被一個人拖住，後來也學會帶着這份愛去拖住另一個人。聽完今天這一集，你最想起的是誰？是那個替您把苦難留下，只把安慰寄給你的人，還是您自己也曾經是另一個人的血難之人？歡迎在留言區裡與我們分享，也許您的故事會溫暖另一個正在異鄉負重前行的人。如果你今天的節目讓你想起了一個人，請為視頻點一個讚，把它轉發給那個您一直想感謝卻還沒有認真說過謝謝的人。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這裡是遠方的人間，我們下期再見。